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节目，又一期的天方夜谭啊！这个由这个方伟和张天亮教授一起来谈，来给大家做下面这番谈话。哎，张教授好，方伟好，大家好。哎，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了，我觉得看反馈，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那个今天呢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张教授嘛是在大学里当教授，虽然自己以前是理工科的啊，现在换成人文方面的教授哈。总而言之吧，就是学贯这个叫做文理啊。那因为美国大学现在变化真的很大，川普收拾美国大学手法也很厉害哈。我看着哈佛还没有弯腰，但是几乎要弯腰了。美国第一大学府啊，被打成这个样子。是。总而言之吧，我是想哈，这个关于大学的问题，我们很多华人我觉得是非常感兴趣的。对。哎，到底在发生什么究竟哈？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美国有个叫做高等教育研究所哈 ，HERI， 它做一个 faculty survey，在做了几十年。1990年呢，这个在大学里头叫做 liberal versus conservative， 是2.3:1，简单的说就是70%对30。那然后在2010年代呢，就是变成12:1，那就是92%对8%。对，现在呢是2020年代是97:3，甚至于是99:1，看不同的不同的学校。总而言之，我觉得哈，任何一个学校怎么说呢？一个领域的叫做左右意识形态的漂移啊，我觉得不可能飘成这么极端。Something's wrong。我觉得有人在背后，就有力量在背后做这个动作，是，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到绝对化，你随便在街上找一群人，你也不可能搞出99:1这种状态。但大学里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所以我觉得简直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把这个张教授请来，我们现在探讨一下美国大学到底 what's going on there。在你看来，你觉得这背后有意图的力量在起作用吗？如果有的话，他们是谁呢？他们以什么方式起作用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大学的起源到底是什么。OK， 其实呢，真正这个大学的起源，如果我们要是看美国第一所大学，就是哈佛大学，就刚才你提到的哈佛大学，它在当时呢，实际上是1620年的时候，就是一群清教徒乘坐5月花号来到美国。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就几乎是食不果腹，而且很多人会饿死。但是呢，等到他们刚刚开始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当然是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他们解决温饱问题，就包括感恩节的话，也是感恩印第安人对他们的这种帮助和收留嘛。之后的话呢，他们在一份文件里面，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份建校的文件，这里边就提到说，当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当我们这一代牧师死去的时候，我们下一代的人将无法读懂圣经。所以说呢，他说我们要建一个学校，让这样的文化和这种基督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这是哈佛大学当时建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后来有一个叫John Harvard的这个人捐了一笔钱，建了这样一个学校，这就是哈佛大学的由来。所以叫哈佛大学，是因为是一个叫 Harvard 的 John Harvard 去捐赠的这么一个学校。实际上，如果你要是把欧洲的大学倒推回去的话，其实欧洲大学最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它的传统啊，在这个文化上的话，它是希腊这种文化，就是亚里士多德呀，这个当然之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后来亚里士多德。希腊人的话呢是非常注重理性的，非常注重这种思辨的。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专门是讲这个思辨的问题。那么作为宗教信仰来说的话呢，就是它是属于神学范畴的。那么神学范畴和人的理性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信仰的话，你是需要对你的信仰非常的相信，这里边的话就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用逻辑去证明它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呢，有些问题你又需要通过逻辑去解决，这就实际上就是一个我可以把它，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总结哈，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理性和灵性之间的这种冲突。那一个我觉得好的真正的这个信仰宗教的信徒，他应该是在理性和灵性上能够同时就兼具这两方面的特长。他既能够理性的去思考问题，他不会走极端啊，不会说这个我为了见上帝的话，我就从悬崖上跳下去，我死了算了之类的，他不会走这样的极端。就是他对圣经的理解也好，或者对任何一个宗教经典的理解也好，他不会走极端，他是有人的理性在。但是同时的话呢，他又能够保持，他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理性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上，他能够保持对神的一种非常坚定的信仰。那么当时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呢，就是由于当时这个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大量的这些就是文艺复兴开始嘛，然后呢，理性的思维、希腊的东西的话，又开始在欧洲大陆上也开始复兴。
那么这样呢，就是复兴出来这种希腊的这种对科学的这种追求呢，就和当时中世纪时期的那种完全纯灵性的，当时中世纪之前的话，基本来说大家不怎么谈理性，主要谈灵性方面的东西，只有一个冲突。于是的话呢，就有学者就是阿奎纳斯，他试图调和希腊的科学和宗教信仰。那之后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把科学纳入这个神学体系，这把科学塞进来。塞进来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后来欧洲建立的大学的话，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它既保持了对上帝的信仰，同时又保持了一种科学的精神。那这样的一种思想哈，其实我觉得在传到美国之后，现在就是刚才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开始堕落？就是人对上帝的这种信仰啊，包括比如说美国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是属于 liberal 的？实际上我觉得2个原因是特别重要。一个原因呢，在我看来，大学应该是精英教育。所谓的精英教育的话，就是那种真正有特别深邃的独立的思考的能力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在人类的这种 humanity， 就是真正的人文方面能够做出贡献的这些人，他们来执掌教鞭，同时呢，他们能够在这个教导学生的过程中的话，仍然传承着这样的一种这个宗教的精神。实际上，过去的大学的教育的话呢，主要是育人，它真的是在培养人，就是培养你的人品，培养你的信仰。包括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像牛顿这种，他都是对上帝有着非常虔诚的信仰。你知道牛顿啊，他小时候身体特别不好，他妈妈当时是祈求上帝说，如果你要是能够让这个小孩活下来的话，我让他终生去侍奉你。后来牛顿成为一个大科学家之后，仍然记得他妈妈当年去请求上帝的这一段事情，所以说他后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研究神学嘛，到晚年的时候。现在的大学呢，变了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大学的话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场所，甚至民主党主张所有人都上大学，可是不是每个人的话，他都能够去学得懂大学那些高深的知识，不管是哲学也好，哪怕是人文的东西也好，它哪怕不像科学那么，比如说是这个数学那种非常艰难的要证明的公式，哪怕是像人文的东西，其实像古代希腊的那个哲学，其实它也是思辨能力要求是很高的。那么当这么多人进入大学的时候，他们又学不会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就 dumbing down， 就是知识衰退，我们只好降低对这些人的标准。降低标准，对，我们只好有这个就 degree inflation， 就是这个学位贬值。其实现在的一个大学生，我觉得跟以前甚至可能初中生或者是高中1年级的学生差不多。他们在知识上，在思考能力上其实是不怎么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学现在呢，它又不是以育人为考察的主要的这个指标。考察一个大学教授的话，可能没有看你说教了多少个学生，他们主要看你发了多少 paper。这是什么问题？这么多人在发 paper 的时候的话，你怎么创新？如果我们都是讲传统的理念的话，上帝是唯一的，我们都应该信仰上帝，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应该遵守传统，我们都应该遵守保守主义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 paper 可能发10篇20篇就发完了。你看古代的那些基督教的学者，什么像圣奥古斯丁、像阿奎纳斯，你能够数得出来的这种是有数的。那么如果其他别的人也在重复这些话的话，他觉得你为什么做大学教授？为什么你做大学教授？你讲的东西都是没有什么创建，没有什么新意嘛？所以呢，你为了要有创建、有新意的话，你就要去标新立异。标新立异的话，肯定会背离传统啊。所以于是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稀奇古怪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各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 social justice。这个什么 critical race， 就是那个叫什么批判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什么之类的，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的话，就不断的出来，因为他要标新立异，他要发 paper。然后呢，学生们呢，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那种非常深入的思考，大学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又是 dumbing down 的，就是又让知识衰退的，所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记住一些 ideology， 就是政治口号啊，你这个就可以毕业了。就像那个人去哥大还是去申请哈佛大学，他就写了100遍还是500遍 Black Lives Matter， 就写了500遍的话，跟当年的那个白剑英雄张铁生差不多嘛，对吧？就被录取了。所以大学里边充斥了这样的学生和教授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大家争相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然后呢，这个去赢得自己所谓的学术地位。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那个托马斯·索哈，这个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我所以索维尔对，由此可见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就是一个黑人嘛。我非常非常喜欢托马斯·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知识分子与社会》。
其中就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方伟你是一个工程师的话，你发明一个东西是需要经过市场验证的，你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对，是不是解决了这个消费者的痛点？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这个质量怎么样？就是大家是要验证它的。如果不好的话，谁也不买，你就破产了。但是知识分子他们发明一个思想的话，无人验证。他们发明一个思想之后的话，靠的是同行评审 （peer review），而同行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甚至比如说你发表的一些保守主义者的言论的话，甚至比如说你哪怕是这样的数据拿出来的话，你可能都过不了同行评审这一关。所以就是说，他们发明的思想的话，不需要经过社会的验证。而再一个问题是，假如说你发明了一个东西，咱们说你发明了一款药，吃了之后的话死了很多人，你要负责任，因为这是你发明的，对吧？但是知识分子当他们在提出各种各样极端的理论的时候，包括像马克思，他不会因为这个去坐牢，他不会因为这个去被判死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拥有学术地位，他们可以这个就是拥有世人的尊重，顶着大学教授的光环，但是他们绝不为他们自己的言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所以他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非常极端的言论。啊，对，我想你说的是个现实哈，我试图在推敲说，为什么他们不用负责？就是因果相差很远，是吗？对，因为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我的理论造成的？就是不直观。就像包括比如说像马克思啊，比如说把中国给搞坏了，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不是马克思的问题，是你们把这个经给念歪了。就没有清晰的一个评判标准。你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去证明它的 cause effect 这种因果关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建立起来。哎呀，所以你会觉得说大学，那你觉得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怎么样呢？我听出你刚才说的一个东西哈，以 paper 或者以创新为衡量标准，不以教书育人为标准，这样的机制鼓励了这些人去离经叛道，或者是标新立异，非常去猎奇，是吧？对，非常糟糕。其实包括现在我们在做自媒体，你我都做自媒体，我们也会知道，在网络上有的时候那种极端的耸人听闻的标题能够吸引流量，对。而且就是说，甚至比如说你造出很多惊悚的谣言的话，你的流量会大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话，他都会抱着这种猎奇的兴趣去看。因为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话，当人人都能够发声的时候，只有你发出那种很极端的声音的时候，才能被别人听到。如果你发的是那种中立的声音的话，大家都觉得平平淡淡，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好，那我下面个问题是可能有点笨的，但是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学里教授，当然了，很多都是年纪很大了，这人生阅历非常广。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实验了100多年，对，死掉了1亿4千万人，完全是一个完全破产的这个理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从来也不教，他也从来不学，可是这些叫做什么来着，在学术界混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在美国的自由环境中，他也没有资讯封闭，为什么大学能够99%的人现在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上面走？这些教授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教授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有道德上的就是一种优越的地位，就是这个就 moral superiority，就是他就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优越，在知识上，在这个就是这个聪明的程度上的话，他们有这种优越感的时候的话，他其实是不怎么能够听得懂普通人到底他们的痛苦什么之类的。他是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他是在一个确实在象牙塔里被保护的环境中，他并不认为说他自己是这个就是极端的。他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就是很多的理论的话找到理由，是我是出于对于人类的爱，我是出于对于什么弱者的爱，所以我才这样做。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以前讲到的这个福利社会是一样的，就是他觉得这些人已经吃不上饭了，我们为什么那伊隆马斯克你这么有钱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去保护一下他们呢？比如说这个当时在这个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思想家叫 Bentham， 就是叫边沁。边沁当时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叫 utilitarianism， 就是叫做功利主义。所以功利主义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最大化人类的幸福。听起来是一个sounds very 很好的一个概念。你听过那个电车难题哈？就是说你在驾驶一个电车在轨道上走的时候，电车的刹车失灵了，然后呢，在轨道上前面站着5个人，然后这时候的话呢，你发现如果你要是打一个方向盘的话，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转到一个岔道上，那个岔道上是有1个人。
那么你要不要打这个方向盘，让那5个人活下来，让你一个人去死？一般的人的话，本能的他可能都会觉得，我就打了方向盘了。按照边沁的解释的话，这就是功利主义，因为死5个人的痛苦要比死1个人的痛苦要大，所以说这就是他就说 OK， 我们要最大化人类的幸福。那么如果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美的一个理论，那么问题是，如果说我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的话，我们要牺牲少部分人的权利吗？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现在的身价已经5000亿了吧？前2天他那个5000亿了哈，他的那个身价。我们美国一共才3亿多人口，对吧？如果要是把伊隆马斯克的钱抢过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话大概都可以分个1000多美元，对吧？那伊隆马斯克一个人不高兴，我们大家都高兴，对吧？那么我们是不是最大化人类的幸福了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探讨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讨论来讨论去的时候呢，他们总会有，就是教授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就像我刚才说的，最大化人类的幸福，你听来感觉好像是，好像是也是有一点点道理，对吧？所以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论证，就是它叫 social justice。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平权法案，平权法案是一个大家很诟病的，因为你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人的 merit， 而是考虑到这个人的，不是考虑到他的能力哈，他的就是他的成绩什么之类的，你考虑的是他的种族、肤色、性取向。他认为 OK， 因为你是黑人，所以说我就要让你进来；白人的话我就不让你进，或者亚裔我就不让你进。那他们的理论，他们怎么去 justify 哈？怎么去为这个选择来辩护呢？他们说 OK， 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能够理解这个社会的话，比如说我们是哈佛大学，我们哈佛大学要培养的是 leader， 这个 leader 的话，他应该能够了解各种职业、各种肤色、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他们的这个思想的习惯，这样的话他考虑问题才比较全面。所以说呢，他说我们以前其实我们也是讲 diversity 的，比如说我们来自于一个波士顿的城市里边的孩子和来自于 South Dakota 的一个 farm 里边的孩子，我们觉得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更愿意把他这个 South Dakota 这个农村的孩子带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你作为 leader 的话，你有机会接触这样的人，然后有机会来了解他们。所以他们现在的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再扩大化一些，我们把黑人或者是比如说变性人或者什么之类的引入哈佛大学，是希望你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能够了解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人。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的话，会不会觉得好像他们说的好像是也有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而且呢，就说他们认为呢，你知道那个有一个人叫 John Ross， 就是叫罗尔斯啊，他呢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 Veil of Ignorance， 叫做无知之幕。无知之幕的话呢，他的意思是说，当一群人在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的这个运作的框架的时候，什么样的设计是最合理的？他说最合理的呢是说，在你设计的时候的话，你不知道你在未来的社会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当然你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就要保护这个社会中那些弱势的人，以便如果是你不幸转成那个弱，就是成为那个弱势人士的话，你的生活也是过得去的。这就它叫 veil of ignorance， 就是说在我们对未来完全我们的角色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来设计一个制度。这就是罗尔斯讲的，就叫无知之幕。按照这么来讲的话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社会应该去照顾弱势的人。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好像也挺有逻辑，也有他的理由，对吧？我想说的是，如果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深入的讲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啊，它就在这个美国的大学中叫做 social justice， 叫做社会正义。他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是一种社会正义。他在他看来的话，他真的是道德感爆棚啊！他觉得我很高尚，自己很高尚，非常高尚，对。而且他会因此产生一种就是对像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常识学者会产生一种鄙视，他觉得你这个东西不高级，他觉得他那个东西是非常高级，不够崇高，对。所以呢，他就觉得什么？他说 ，OK， 说你聪明，然后呢，你是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或者怎么样，他都觉得说你跟其他别的人之间的话，这个你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你考哈佛大学，你的成绩高的话，不是因为你聪明，是因为你家里边有钱，所以说你从小就受了很好的教育。那个没有钱的人的话呢，他考500分跟你考600分的话，我觉得其实他比你还厉害，只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已。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会去给他们的这个理论来进辩护。
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就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道理的东西，在他们就叫 social justice， 这个东西在现在美国大学里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到处这样的理论去散布。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去听那个反方的意见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他好像是这样讲的有些道理。不过我现在想讲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在人世间的话，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人世间是不可能有绝对公平，因为人世间本身是不完美的。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让你来到人世间的话，是让你来吃苦的。如果人世间的话，人人幸福，然后这个世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的不平事的话，那简直就是跟天国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实际上人世间是不可能有绝对的 social justice。我们可以出于善心去帮助那个弱势的人，我可以去帮助那个弱势。我看到别人吃苦的话，或者别人没有钱怎么样，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作为政府来讲，你不能抢我的钱去帮助别人，那你是在抢我。对，不是我自愿的去帮助别人。而且当你抢我的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的话，我也没有那种帮助别人之后的那种成就感。被帮助的人的话，他也对我没什么感谢，因为但虽然政府拿的是我的钱来帮助别人，所以说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相处还是应该是有温情在，然后呢，应该是在一个教会去做慈善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一直是在讲这个事情 ，local community， 你的所生活的那个社区，大家之间紧密的联系、互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比政府介入要强得多。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这种 social justice 这种理论的话，在社会上泛滥。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去分析他们的问题。所以呢，在我看来因为我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这些大学教授的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包括共产主义理论，放到现实就是一地鸡毛，对，全都是会鸡得粉碎。对。但是呢，他们仍然保持这些东西，因为他们的东西也不在社会实践中去实践，或者实践完了之后因果差得好远好远，什么都可以是 debatable， 对，也没有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学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我做了很多关于大学的报道，那简直就是。我真的我前一阵出去旅游，你知道，我跟一些我们的观众在一起，然后观众哇，他说我的孩子小时候都很好，送进大学送进藤校之后回来就哪个男孩变成女孩，而且真的是不少见哦。对，那种叫做什么想去变性的这种叫做比例有这种想法的比例是在60%以上。在某种 popular 很时髦这种观念的这个影响之下，他说简直是我的孩子送进这个藤校回来就完蛋了，后悔的不行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去看今天美国的名校也好，藤校他们的价值？他们对我们的观众的，就我们的观众很多父母嘛，对不对？或者爷爷奶奶。今天藤校、名校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救得回来吗？这些学校还能救回来吗？我觉得，不管是藤校也好，或者是这些孩子也好，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的话，你是很容易就随波逐流的。包括那个藤校的大学教授，我就刚才讲一个事情什么，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读圣经也好，你读任何一个这个正统的宗教的信仰，他们的经典里边都要强调人要谦卑，人要感恩。你要知道，在神的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人的智慧在神的眼里边一文不名，什么也不是。包括像牛顿这样的人的话，他都要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的渺小，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的运转，神有他的安排，不是说我们想人为的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改变社会的。如果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名校里边，很多教授的话，他们就第一不信神，第二的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凭着他们的这种设计去改变这个社会，再创造一个他们认为按照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那个社会。这就我觉得是这个人的傲慢跟不信神这两点带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未来的大学如果真的想要能够回到正轨 ，again 我要再强调一遍，我认为大学是精英教育。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发 paper， 大学最重要的责任的话是要育人，要在理性和灵性之间能够让人同时能够得到升华，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你所在的这个学校能做到这件事情吗？我们在这样做，因为像飞天大学，我们就是非常注重传统的这种价值观的教育。因为实际上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在这美国大学，它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在我看来是两次比较大的滑坡。一次是在60年代的时候，
6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几个很糟糕的事情啊，一个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很多判例，不得在学校中展示宗教题材。你知道原来肯塔基啊，这个肯塔基州的那个学校啊，州里边要求每一个学校，那不是大学了，每一个学校都要在教室里边贴10诫 ，Ten Commandments，摩西十诫，摩西十诫。但是最高法院判例说不可以，说这是在宣扬宗教。他认为虽然说他具有道德教化的能力，但是他认为是对某一种宗教的宣扬。然后呢，比如说是学校老师不能够带着学生祷告，说如果你带着学生祷告的话，虽然是自愿的，但是会给那些不参加祷告的人一种压力，所以说不可以。就是62年、63年的时候，当时最高法院有很多这样的判例，包括就是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允许裸体这个就是性出现在电影屏幕上，这都是60年代的时候的判例。后来呢，等到这个就是越战结束之后，当时美国当时街头运动结束之后，很多的就是那些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就决定到大学里面去执掌教鞭，包括奥巴马的精神导师，就是那个比尔·艾尔斯，这个人就完全是个恐怖分子嘛。他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而且他当时是奥巴马第一次从政去筹款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个比尔·艾尔斯家里边举行的。这就是大学教授的话，其实他们在社会左转的过程中起到的特别糟糕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哈。再一个的话呢，在80年代的时候，从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放弃对传统的经典的阅读。以前到大学里面学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纳斯，就是学的是这些人的传统的这种经典，包括读文学的话都要读莎士比亚，就读这些传统的经典，米尔顿都要读这些人。那后来到80年代的时候的话呢，他们打着说我们要去读那些少数族裔什么黑人什么女性什么什么作品，当代作家作品，把经典完全抛弃了。经典中的话，其实充斥着对神的信仰，这个是非善恶，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要给孩子讲童话故事，讲美人鱼什么白雪公主，就是在这样的经典的这个故事中的话，贯穿着是非善恶。但是现代的人在写小说的时候的话，他都觉得你这么写不够深刻啊，就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挖掘。所以现在的人的这种作品中的话，已经没有了那样的一种人文的精神。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学里边文科的大学既不允许你有信仰，又不允许去读那个承载了信仰的那个文化作品经典。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学校堕落很重要的原因。听起来很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什么贫下中农啊，或者革命文学啊。差不多。我觉得这比喻很恰当，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记得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吧。当时就是有一个学区，那个学区的那个小孩子呀，那是一个黑人学区，非常穷，孩子旷课，然后单亲家庭，贫困。后来就去了一个老师，那老师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孩子们读经典，没有别，就是让他们读经典，读那些传统像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读完了以后，去读柏拉图的，去读亚里士多德，读这些经典完了之后的话，他们那个学区的孩子就都变得特别好，后来都特别有出息。这事情我需要去查一下那人的名字，这个事情特别有名，在美国你去搜一下的话，就能搜到这个人，非常有名。所以这就是对人的道德的欲化嘛。如果回到目前的现实中啊，你知道川普总统针对美国的藤校就下手很重嘛，对吧？对。说你必须承认，就是必须废除反犹的这些个 practice 哈，要剔除 DEI， 要罚他5亿美元等等之类的。哈佛的前校长写了一个文章，我没仔细看，我看那个标题，大概的意思，他说川普做的是对的，但是用一个锤子在修一个钟表。就这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把它精细到能够把这些学校救回来。所以再回到这个问题上，这些学校，对你同意就是他这个评价吗？学校能怎么救回来啊？大学要瘦身。Back to my point， 就是大学是精英教育，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多大学，完全没有必要人人上大学。很多人他可以上职业学校 ，trade school， 对 vocational school， 去上那个职业学校，那个。比如说去做一个木匠，做一个水管工，
就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可是你怎么跟我们华人的父母说呀？我们华人父母都是我基本上咱们的观众哈，都 level 都很高的，自己都是博士、硕士到美国来留学的。这是第一点。你如果 level 很高的话，你真的把孩子培养成精英的话，一定要让他真的上藤校的话，一定给他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信仰基础，否则的话，你会被那些人带偏的。就像我刚才给你讲 social justice， 你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要是把神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多东西是没有道理的。是，真正我觉得从文艺复兴之后，后来的这个启蒙时代的这些思想家，除了 John Locke 以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其他别人谈论神。John Locke 洛克他是讲的说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的这个一切都是为了他高兴什么之类的。洛克是讲过这样的话，其他别的人包括像康德讲 pure reason， 对吧？他讲他纯粹理性。或者比如说黑格尔讲绝对精神或者是什么，其实这些人的话，他们都不谈神的问题。而人的道德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谈道德的，因为是非善恶到底是谁规定的？是咱们自己在讨论之后就规定的吗？就像 social justice 一样，我们讨论，我们来决定说什么东西是对的吗？我们是到底是功利主义呢，还是自由至上主义呢，还是那个康德的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是对的？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仲裁给你指定一个说这个就是对的，按照这个去做，就像摩西十诫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在的话，正义与邪恶是没有定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那这种情况下的你怎么听都觉得好像你说的也挺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人的信仰这方面的话，一定父母要给孩子要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好吧，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评价都可以留言下来哈。那我想，方伟今天说的比较少。今天是大学嘛，大学我是学生，我是请教这个张教授。但是你也看到了，就是大学是你原来读书的那个是在爱德华是吧？爱荷华。对，爱荷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地方哈。对，但现在也是，你看前一阵出现那个学区。那个学区的主管管3万孩子的一个学区主管，后来被抓了，被 ICE 抓了嘛？是你们那个州的是那个爱荷华的州。我以为是波士顿的，我以为是 no 州府的 Moy 的这个学区主管。那当时抓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对他鸣不平啊，说人家那么好的学位，一个个学过来了，当了那么多的学区主管，也就是身份没搞定嘛，你进去把人家抓了，对，结果你知道昨天出来消息是什么？他的学位全是假造的，而且一路作奸犯科，对贩毒啊，这个枪支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么一个人，对，一路当这个学区主管，当到爱荷华这个州府的3万，就是叫独立学区3万孩子的学区总监。那个国土安全部副部长说，这个人 should never be clear to kids， 根本就不能在学生旁边的，现在管那么多学生。所以呢，像这种爱荷华这样的州也是出现这样的变化。说实话，我是在90年代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嘛，对，我觉得。哎呀，我那个时候啊，当然我今天不在美国大学里头，但是呢，这个差距从我现在从新闻上的了解，跟我当初那我觉得简直是天差地别。我现在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因为我也离开大学，就是美国这边的大学，毕业很多年了嘛，大概是快20年了已经，不太清楚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啊，在加大的一个分校，也不错的分校里当教授，郁闷的不行啊。他学校里也好，院方也好，叫什么院方跟校方经常发些就是奇奇怪怪的这些 email，去推广这些 DEI 这些概念，他觉得就是说，而且整个的学校的气氛是一面倒，他非常抑郁，你知道，他其实是个理科的一个教授，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他觉得简直很难忍受，我都觉得哇，我说我在硅谷也很左，当初啊，我觉得没有郁闷到这个样子啊。你说你这么郁闷呢？他就真的很郁闷呢。就整个这从上到下一路贯穿下来的这是一个气氛。所以呢，美国的大学真的是需要大改。我觉得需要大改。川普现在如果真的想对美国大学动手术的话，我其实不是很乐观。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回潮，如果没有大家重建对神的信仰的话，这个趋势是根本就无法遏制。那你不觉得像查理·克克这样死的话，确实对美国的信仰 revival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我的意思，川普很难去叫大家去信仰什么，是的，但是有别的力量在做这样的事情。对，是。我们就只能看，就是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思潮，它能够
到底持续多久？是因为你看哈，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左派思想横行的时候，就是街头运动啊、暴力啊，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啊。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你会看到里根上台，英国那边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他有一个英美的保守的回潮，是。甚至当时在60、70年代比较左的那些人的话，他们后来都变成了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年轻的时候被骗了，对，不 work， 所以他们有一个回潮。我觉得现在的话呢，也是有一种就是矫枉过正吧，就是说在，因为左派做的太过头了，所以呢右派在往回调。但这个调的话，会不会像80年代之后，然后又出现一个什么样？因为你知道美国哈，我觉得我比较担心一点什么。我们现在几乎就觉得说 ，OK， 左派他没有 message， 左派他就是没有这种 solidarity， 他自己内部的话，现在在分裂的，对吧？他现在极左的人和 moderate Democrats 的话，他之间是分裂的，他们没有 message， 没有这个路线图，几乎好像什么都没有领袖。但是哈，我跟你说，如果美国再有一次经济危机的话，如果川普这个哪怕是比如说是在2028年，如果有一次经济危机的话，或者比如说在大选、中期选举的时候有一次经济危机的话，一下子会倒到左派去。你觉得是这样？这是我非常非常担心的一点。每一次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左派上台的时候。你像当时吉米·卡特，对吧？就是70年代美国石油危机、经济危机。然后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奥巴马上台，就是当时正好是那一次那个金融海啸。每一次当出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老百姓他没有想这个经济危机是咋回事，他都会想执政党不行，要换一下，对，换到那边去，换到那边去。一旦换之后的话，你很难再往回掰。宏观的经济啊，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把握哈，或者去控制。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在谈大学的问题哈，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观众，要么你是爸妈，要么你是爷爷奶奶，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家庭的老师。对，家庭也是个学校。对，晚餐的餐桌非常关键，是家庭是美国一个重要的课堂。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能够了解我跟天亮教授谈的这些话题哈，甚至能够 internalize it 哈，对，能够消化它的根本，最后变成自己的话。要跟自己的儿孙、跟自己的这个孙子、儿子去做这种沟通。因为我这次出去旅游，我看到我们的家长家庭分裂撕裂，你知道吧？这观点哇，这是相当普遍，我可以理解，很困扰的一件事情。是，所以呢，我觉得要解决这些事情，将来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得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什么也解决不了。对，所以呢，这一点，而且特别是哈，我就走过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代的大陆移民，我觉得有特别多人又在美国，我们享受自由。又经历过怎么讲呢？叫做共产主义的瘟疫哈，我们是有免疫力的。这样的人，我觉得在当前的这个社会中，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我们真的要扮演一个活跃的一个 molecule 哈，一个原子的角色，起到我们尽可能起的作用。对吧？家庭这块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是说美国要保守主义回潮的话，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要重建家庭。而重建家庭的话，就要禁止这种性的泛滥。对。而禁止性的泛滥的话，它是需要一个人的非常强的自律，是 self discipline。而这种 self discipline 的话，又需要你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自律？对吧？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及时行乐有什么不好？对，因为我觉得反正人生如果100年没有神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就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左派他要什么60年代我刚才提到那个最高法院判例说裸体是言论自由，是一种表达 free expression。但我觉得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瓦解家庭的开始。家庭一瓦解，社会的这个 social fabric， 就被脱了。好吧，我们从美国的大学谈起啊，谈的其实是蛮深刻的话题哈。所以呢，大家觉得怎么样？留下您的言和您希望的，就是您的感受，好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觉得烧脑哈，就是对，你要觉得烧脑，也有句话说太烧脑也可以啊。我们要知道您的想法。我们讲什么东西，大家如果要是觉得没有听得特别的清楚的话，就是哪些东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夹杂着一些英文，虽然其实我每次讲完的话，我都会用中文再解释一下。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词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啊。好，要是这天方夜谭讲的太严肃的话，下次我就跟天亮讲1001夜的真正的故事好了。好，讲这个好，感谢天亮教授哈，好，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啊。再说一下，对，订阅，天亮论证。
对，天亮论证哈，其实就在下面一点就可以过去，就可以订阅啊。对，方位时间啊，方位时间。好，那我们谢谢大家观看，下次节目再见喽。再见， OK，拜拜。